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南极冰层下的神秘生物。在冰封的南极大陆深处呢，俄罗斯的科考队为了寻求沉睡2000万年前的东方湖呢，当时他们不懈地钻探了厚达2英里的冰层。他们距离那一片与世隔绝的古老水域呢，近在咫尺，仿佛能够感受到来自于远古的寒意。然而呢，就在这关键时刻呢，与外界通讯呢，居然突然中断，如同被一只冰冷的手掐断了信号。在5天漫长而令人不安的寂静之后呢，当联系终于恢复时呢，传来的居然是令人心悸的一个消息：2名科学家不幸身亡。官方给出的死因呢是低温，但这冰冷结论的背后呢，却隐藏着一份目击者不为人知的陈述，暗示着一个更加诡异和恐怖的真相。而南极这片白色的大陆呢，虽然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想要踏上这片大陆呢，却需要层层的审批。访客们都被严格的限制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并且呢，必须由政府认可的人员陪同。对外宣称呢，这些严苛的规定是为了保护脆弱的南极环境，但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南极的人们心知肚明，这些规则真正的守护的是世界尽头潜藏的某种危险的存在，是人类亲手唤醒的恐怖怪物。时间呢，让我们回到2021年的2月，在一个互联网论坛4禅的一个超自然板块上呢，一张神秘的图片呢悄然出现。一位用户呢，在漫无边际的谷歌地图上呢，搜索南极荒原的时候居然偶然捕捉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发帖者兴奋地写道，图片中一个巨大的如同蜘蛛般的生物清晰地映衬在了白茫茫的冰雪之上，显得格外突出。但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存活呀，而数百万年以来呢，都是如此。另一个用户呢，却质疑到说但它就在那里活生生的存在。不久之后呢，一个网名为安特的儿子的用户上线了，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大家都称他为安东。而安东就声称呢，他的父亲是乔，是一位海军中尉兼医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在南极的麦克默多站服役。安东就说，他的父亲呢，非常清楚地知道图片中的生物到底是什么。起初呢，人们对此呢表示怀疑，直到安东发布了他父亲在北极开发队伍中的臂章的照片，以及一块刻有南极形状的镶嵌着6枚军事嘉奖勋章的匾额照片时这些证据呢似乎确凿无疑了。人们居然开始相信安东所说的一切。安东的父亲乔呢，在麦克默多战时就曾以爱刨根问底呢著称。他曾经对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呢提出疑问，结果都被告知这是基地的禁区。而南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饱受国际条约的限制，但基地以东30英里的地方呢，却存在着一个连军事探险队都极力避开的神秘地带。当乔试图打听关于这个地区的信息的时候呢，得到的回复呢，只有2个冰冷的字眼：机密。安东随后公布了该区域的坐标。令人惊讶的是如今呢，在谷歌地图上查看这些坐标的时候，整个地区都被刻意的模糊处理了。而另一个用户呢，声称在该区域还发现了其他不寻常的东西，一个巨大的灰色的巨石，但这张照片很快也遭到了审查，从网络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安东说，他的父亲乔在麦克默多站的第1个夜晚就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有7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闯入了医务室的大门，他们身穿着白色的迷彩服，但是身上没有任何的徽章和单位的标识，只有一个模糊的缩写 SFODI。 乔当时心想麦克默多站驻扎着很多特种部队嘛，他们抬进来了一个伤势极其严重的士兵，而他的白色的那个派克大衣被撕扯得破烂不堪，如同被某种利爪给撕裂的，而受伤的士兵痛苦地尖叫着。当时的乔就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骇人的伤口嘛。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个士兵的脸，试图呢找到领队。于是他鼓起勇气的就问道说你们放出了什么东西吗？就在这个时候呢，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枪械撞击的声音，冰冷而清脆。他猛地转过身，一把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的脸。这是为什么？因为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呢，一艘在日本管辖下的这个南极海域巡逻船只呢，最初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船员们远远的望去呢，以为呢只是一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巨大冰山嘛，一个轮廓模糊的白色的物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呢，那个白色的冰山居然动了起来。随着船只呢逐渐逼近的时候，船员们也难以置信地意识到了，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它身长足有60英尺，拥有着光滑而苍白的皮肤。一些船员声称看到了类似的肢体的结构，像是手臂或者是手指。而另一些人则报告说这个生物长着一条如同美人鱼般的尾巴，只是全身呢覆盖着光滑的白色皮肤。尽管描述各异呢，但所有的目击报告呢都一致提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就是它的眼睛巨大、浑圆、漆黑，看起来呢几乎像是人类的眼睛。而这艘日本的船只呢，并非是第一个发现，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当地人呢还给这个生物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宁岩，在日本语中呢是意为人的意思。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与宁岩有过遭遇的船员们从未感受到危险，因为他们说他只是静静地在观察着他们，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漂浮着。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们熟悉该海域的每一种鲸鱼、海豹、鱼类，但这种生物对他们来说却是全新的。而目击事件呢，几乎总是相同。首先是平静的水面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是一个苍白的物体缓慢地浮出水面，在冰冷的背影之下呢，似乎难以辨认。而这个生物呢，静静地观察着船只几分钟，然后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2007年呢，一本日本的杂志将宁岩的故事就带入了主流媒体的视野。该杂志就刊登了一张模糊的卫星图像，显示了一个巨大的物体呢在北极的水域中移动。而这就引发了人们在谷歌地图上寻找相关证据的热情。一些人还找到了坐标，显示在南极海岸附近的水面之下呢，存在着模糊的白色身影。而这些形状巨大，不可能是鲸鱼，也不可能是形状不规则的冰山。然而几天之后呢，这张图片呢便从网络上消失了。一些神秘的动物学家相信，宁岩的存在呢，证明了地球海洋中是存在着智慧生命，一个与人类共同进化，却一直深藏在深海寒冷的水域之中的物种。而另一些人呢，则提出了更加令人不安的理论。他们说它的类人的特征是基因实验的证据，而南极的秘密研究机构呢，也有可能利用人类的 DNA 进行了某种禁忌实验，创造了宁岩这种生物。而幸运的是，鲸鱼呢通常是性情温顺的动物，如果科学家们改变的是某种更危险的生物的 DNA 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那再回到那个受伤的士兵嘛，他的惨叫声当时是回荡在这个医务室里的。无奈之下呢，他的同伴只好粗暴地用布条堵住了他的嘴。乔呢，当时目光锁定在那把黑洞洞的手枪枪口上，而握枪的男人呢，命令道让他治愈他，不准问任何问题。于是乔不敢怠慢嘛，立刻开始检查伤口情况。而那个士兵呢，失血过多，脸色苍白，生命正在迅速流逝。于是乔呢，抓起一个急救包，一边熟练地打开，一边问道：你们的军队是？回答他的是琼斯上尉，第10特种部队群。乔心中一惊他知道这个番号，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特种部队专门为寒冷气候下作战而训练。而那个群斯呢，缓慢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眼神呢锐利地盯着这个乔。而乔说呢，我会照顾好你的士兵的。于是群斯上尉呢就说，谢谢你医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一具又一具的伤痕累累的尸体被送进了这个医务室。那些伤口呢，并非撕裂或者是啃咬造成的，而是一道道精确的切口，就如同手术刀划过一般，笔直而深邃。所以乔曾经见过熊、鲨鱼的咬伤，工业事故造成的各种惨状，但是眼前的景象却完全不同，这简直是一场残酷的屠杀。然而每一次呢，基地的指挥官给出的这个死因原因如出一辙，低温。即使是有些尸体送来时仍然带着一丝热气，但乔最令人不安的经历是发生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雪中。他说他当时是和一名军官开车行驶在基地附近，突然撞上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物体。于是乔立刻跳下车查看车损，但他的同伴都同样惊恐尖叫着让他赶快回车里。乔没有理会他，而是弯下腰看这个扭曲变形的车头。就在那一刻呢，那些被严格管控的禁区呢，以及基地内诡异的保密措施，士兵上害人的伤口，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在乔的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因为卡车底下露出了那一条腿，呈现出了一种病态的古白色，细长而畸形，既不像正常的血肉之躯，也不像坚硬的外骨骼。他无法看清这个生物的样貌，但仅仅是露出的部分就足以让他意识到，那一定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生物。因为这条腿呢，就有7、8英尺长，而那个腿还抽搐了一下，然后便消失在了暴风雪之中。几天之后呢，乔终于明白了是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将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兵送进医务室。他在一个死者的外套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日记中呢，居然描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的掠食者，他们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跨越南极洲的严酷地形，一次跳跃就能够达到50到60英尺，而研究人员将这个生物称之为跨步者。乔对此事情呢变得异常痴迷，他开始在夜里偷偷地潜入各个办公室寻找更多的线索。他找到了一些关于基地以东禁区的一个秘密的设施冬季行动的机密文件。他在一份费用报告中呢，表面上列出的各种研究设备，但实际上呢，却是一份弹药清单，数千发的钨锌穿甲弹，这显然不是常规的装备。每当有士兵带着伤口出现时呢，乔都会试图问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对此统一口径回答是训练事故。基地的指挥官很快就意识到乔已经成为了一个安全隐患，于是呢，乔接到通知他将在1周之内被调离麦克默多站。
就在离开麦克默多站的前3天的深夜呢，乔突然被一个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了。当他打开门时，看到了居然是琼斯上尉。琼斯上尉说我们需要谈谈。但是乔觉得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呢，突然感到胸口一沉，有一个冰冷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那竟然是一块跨步者的腿。顿时呢，乔感到了强烈的恐惧袭上心头，于是他立刻看到这个琼斯上尉身上沾满了鲜血，也分不清到底是谁的血。琼斯呢气喘吁吁地告诉他说他刚从一次任务中回来，他必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个乔。因为几个月以来呢，乔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真相，但此刻呢，他却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知道答案。然而琼斯上尉却现在执意要将一切呢都告诉他。琼斯上尉就说东方湖呢是位于南极冰层下2英里处，它已经有2000万年没有见过阳光了，而俄罗斯人花了数十年的时间钻探它。在2012年呢，他们突破了冰层，然后一切呢都陷入了黑暗。5天里呢，什么都没有，没有无线电，没有信号，只有寂静。当通讯恢复的时候呢，2名科学家已经死亡，官方的原因是低温，但是博士的机密文件报告中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科考队在东方湖中发现了一种生物，它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化了数百万年，他们称之为46B号生物。而这种生物呢，身长超过30英尺，看起来呢像是一个巨大的章鱼，它有触手，但不是8条，而是14条。它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在黑暗之中呢是完美的伪装。但它最可怕的特征不是它的体型，而是它的智慧。那当第一个潜水员距离这个生物10英尺时呢，他向水中释放了一种毒素，使得这个人呢立刻瘫痪。他漂浮在水面上，脸上呢带着幸福的微笑。然后呢，这个潜水员呢居然被这个生物给吃了，这就像是他在用心灵感应催眠他。那第二个死亡就更糟了，说这个生物可以变形，把自己变成人类的潜水员的模样。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同事穿着潜水服向我们而来，当靠近的时候呢，科学家却意识到他已经抓住他们，把他们都撕碎了。研究小组呢暂时捕获了他，但像其他的东方湖有关的东西一样，46B 生物呢立刻消失了。当时呢，俄罗斯的官方声明呢只提到了细菌，然后他们限制了所有的进入湖泊的通道。最初的钻探地点呢也被废弃了，武装警卫呢现在在该区域巡逻。在2017年呢，基因研究人员就分析了东方湖的水样，他们发现呢，这里的 DNA 序列呢表明其智力远超其已知的任何头足类的动物。然后呢，一切都消失了，样本、数据、报告。那根据官方的记录呢，这一项研究从未发生过。是什么让46B 生物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将其保密呢？帕达尔卡博士最终报告提供了一个线索。在他短暂的被囚禁期间呢，46号 B 生物弄清楚了如何禁用安全系统。他理解了摄像头、灯光，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掠食者。他说，它就像其他生物一样，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化，发展出我们无法理解的能力的东西。它会变形、毒素、智力，这些不仅仅是生存适应，它们有可能是一种武器。而湖泊呢，仍然处于持续监视之下，军舰在周围巡逻，卫星图像被清理，只显示一个有细菌的湖泊而已。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地阻止人们进入，或者是阻止某些东西出来。而琼斯的部队呢，就是奉命确保位于湖深处的一处设施。他们全副武装，携带重型武器、防弹衣，还有机枪等等都是以防万一嘛。那入口看起来很正常，又是一栋位于荒郊野外的研究建筑，这就是目的所在但是下面的东西却一点都不正常。于是他们就发现第一具尸体倒在了走廊里，都是一些划痕，是外科手术般的切口，干净利落。然后他们听到了悉悉嗦嗦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阴影中移动。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只像大型犬一样的跨步者出现了。于是士兵们开火，但它已经扑到了他们的身上。那东西不仅仅是攻击，它是用完美的切口在进行解剖，而且他们成群结队的通过通风管道向上爬来。而且琼斯还发现在一个地下研究室里面，一个笼子里面居然关着一个近40英尺高的跨步者。然后他们意识到这有可能就是一个繁殖基地，就是这些跨步者呢都是一些人类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而已。所以说散落在设施各处的文件都讲述了一个黑暗的故事，就是说这是一项全球之间联合行动的跨步者繁殖研究实验室。人类想试图控制它们，他们拼接基因呢，使这些生物更具有攻击性，同时呢也试图让它们更顺从。这些呢是数百万年前的顶级掠食者，它被冻结在冰水之中，直到科学家们唤醒了它们。但情况总是更糟的嘛。在测试实验室的后面呢，一条高速的列车隧道延伸到了海底，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城市的。
而这些列车呢是使用了磁悬浮技术，比当时的技术呢领先了几十年。而实验室的记录还提到了运输的时间表，来自于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的定期货物。而跨步者呢正在被训练猎杀特定的目标。而发布者就说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呢，安东就找到了他的父亲在麦克默多使用的电脑，而硬盘里还包含了一切，比如说 DNA 的序列设施的布局货运的清单，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但他需要恢复这些数据，而网友警告他不要碰那些硬盘。有些人建议他呢如何销毁硬盘，而不是如何恢复数据。而另一些人说跑。之后呢，安东居然就再也没有发过帖子了。最初呢，引发这一切的谷歌地图呢也都被清除了，坐标呢也只是显示冰雪。但在地表之下，其实这个网络呢有可能仍然在运行。曾经呢局限于南极的东西呢，很有可能可以到达地球上每一个大陆。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德国曾经发起了一个叫新施瓦本兰行动。当时关于冰下发现的东西呢是谣言四起的，比如说地下洞穴古代遗迹某种早于人类存在的证据。我们都知道战争结束之后呢，一些德国的高级官员当时逃往了南极，当时是先逃往了南美洲嘛，但大多数呢都逃往了阿根廷。那根据一些理论呢，其他人逃到了南极洲的一个地下秘密基地，而美国政府呢还认真对待了这个理论。在1959年呢，他们封锁了整个南极大陆，于是呢南极条约呢是禁止军事存在，所以私人勘探和未经授权的进入呢，确实有一些坐标还被审查了，这就是跨步者传说开始的原因。所以让我们来理清一下这个安东的帖子嘛。我不能肯定的说这个安东的故事是假的，但是他很有可能是在模仿电影怪形嘛。不过他确实说了一些事情，比如说麦克默多站有禁区，这些宇哥之前也讲过，而且军事人员在那里进行了秘密行动。那禁区其实是真实存在的。而凝岩呢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种巨大的类人形生物，苍白的皮肤，人类的特征，潜伏在极地的水域之中。有一些说法呢它是白鲸，有些人认为它有光滑的皮肤和圆圆的类人的面孔。但是凝岩呢据说是长达60英尺，而白鲸没有那么大呀。但抹香鲸是有的，也许呢他们看到的是抹香鲸。虽然它的故事呢是有些站不住脚，但是南极洲的谜团呢却是真实的。因为南极洲有很多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天空中奇怪的光芒，无法解释的坠毁事件，卫星图像显示冰层下巨大的结构型的入口。一旦坐标泄露呢，图像就会立刻被处理模糊。而南极呢比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大，比美国都大得多。然而呢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我们被告知这些规定呢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在我们亲眼所见之前呢，我永远会怀疑他们是在保护其他的物种或者是东西。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